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去台湾吴克吉老师工作室学到的一个宝藏配方，那就是鲜奶牧场吐司。喜欢做吐司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吐司，肯定也有好多人做过了。做过的话也可以再试试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吴老师的原版配方，就是他店里的配方。这配方我是一点没变，那真是相当的完美。看看这拉丝，这松软的真的像云朵一样，面包蓬松又有弹性，奶香浓郁，口感轻盈细腻。关键是你看这切面底部都不会有沉积，也不知道是我今天做的太好了，还是用这个面粉的关系。我用的是新良的金鼎贝，这个面粉吸水性很强，揉好的面也很有弹力，烤的时候长发的也很高。平时用别的面粉做，偶尔会有沉积，偶尔没有，不太稳定。今天用这个粉做了2个都没有沉积，特别好吃。这吐司还是很好做的，就是用的直接法，把黄油以外的材料全部放入揉面。现在天气热了，注意一下面温，揉面之前我是把冰桶冷冻了半小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液体量，老师的配方通常都是高含水量，这个配方牛奶的量有 78%， 如果你觉得驾驭不了，那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适当的减量也是可以的。我就用这个面粉吸水量很大，这个面团对于我来说还可以再加点奶。可能你看它现在拿着有点粘手，因为它还没有加黄油，也没有完全揉好，揉好就不粘手了。我是比较喜欢大水量的，通常揉面的时候有点粘缸底，我是觉得比较理想的，这个完全不粘缸底。所以我又加了15克奶，这个量没有写在配方里。因为面团已经揉到8分斤了，就把黄油也一起加进去继续揉了。先用低速把黄油和奶都揉进去了，然后再转高速揉，最后就揉到这样非常完美的手套膜，脱动光滑，没有锯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揉好以后是多有弹性，可以拉很长不会断，还可以弹，感觉真的很好。揉好的面温要尽量给它控制在24到26度，我这个又有点低了，但是没关系，它最后还是长得很高。然后就给面团整理好，放到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去发酵。这个面包的配方里是加了大量的牛奶和非常少量的全蛋液，鸡蛋的量比较少，因为鸡蛋是可以让面包更软的，但是它又有腥味，不能加太多，加太多的话就突出不了这个奶香味了。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自己调整配方呢，就要看你想突出什么味道。这个面包很明确就是要突出奶味，所以就是以奶为主。发到 2.5 倍大左右，按下有轻微回弹，然后就给它平均分成3等份，不用排气，直接滚圆，这样松弛的时间能短一点。吐司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就把制作步骤简化介绍，你们看动作，我多给你们介绍一些其他博主那儿看不到的内容，比如配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计啊，加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比例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到时候慢慢的你就自己会调整配方了。第一次擀卷不需要擀面杖，撒点粉排排气，把大气泡都排掉，然后翻面，先对折一半，有大气泡就排掉，底边拉宽，再对折一半，还是有大气泡就给它拍了，然后再卷好，这样就第一次擀卷就完成了。这样松弛个15到20分钟，基本上就可以第2次擀卷了。这次就用擀面杖，这个面如果比较宽的话，你可以先给它收瘦一点，然后也是先排气，一定要先排气，然后再擀。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轻柔均匀的力道给它擀开。如果你太用力的擀卷，就会导致这个面筋非常的紧，那面筋紧了以后，就是最后烘烤的时候，那个山峰侧面就容易裂开。然后再拍掉边上的气泡，翻面，把底边拉宽压薄，但是也不需要给它拉扯撕裂的那种给它弄薄，就是轻轻压薄就可以了。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把3个面团都朝一个方向放在吐司盒里，就可以拿去发酵了。我是放在32度的发酵箱里发酵的，湿度 80% 左右。发到9分满，你可以用尺子量一下，面团的最高点距离模具顶部还有1厘米，然后就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烤了。这个面团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其实表面是什么都不刷的，但是我还是喜欢表面刷一点牛奶。刷完牛奶以后，我觉得那个皮会更亮、更软、更好看一点。放到烤箱的下层，上火是140到150度左右，下火是190到200度左右，烤28到30分钟左右。
看这吐司长得很高吧，爆发力很好。一个是配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确实跟这面粉有关系，这面粉确实不错。震一下，然后赶快脱模放到晾架上晾凉，要给它立起来。这个面包不管是开店还是做私房，都会成为你的店内招牌。它主打不添加一滴水，全部用牛奶和面，所以客人就会觉得很营养很实在，会很喜欢。关键是它真的确实也是非常的好吃。这个配方里加了15%的老面，如果是家庭制作你觉得麻烦的话也可以不加，但如果你售卖的话建议你们就加上，因为加了老面各方面来说都会更好。加老面可以缩短揉面时间，因为它是一块形成面筋的面团，它里面有丰富的乳酸菌，也可以帮助发酵，还可以延缓面包的老化等等等等吧。反正加了老面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让你的面包更好吃更有风味。那我就把老面的配方放在最后吧，因为说实话这个老面的做法我已经发过很多次了，但是考虑到可能还会有很多新手朋友，我就给它放在最后，不占前面的时间。你们看这个面包擀卷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么认真的擀卷，但是做出来以后这个组织也是非常细腻的。给我老公来一个厚切花生酱三明治，他一下干掉半瓶花生酱，我真肉疼。老面的做法很简单，材料就4种：高筋面粉、水、干酵母、盐。老面的配方就是法棍的配方，面包店每天做法棍都留出一部分面团放在第2天用，这个就是老面。清水里加入酵母拌匀，然后加入面粉和盐，搅拌成团，然后先室温发酵1个小时左右，让它发起来一点，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发1个晚上就好了。在冰箱冷藏了12个小时以后，这个面已经发起来了，里边是有蜂窝的，这就可以用来做面包了。虽然发起来了，但是你看我拉扯一下这个面团，它也是可以拉出一些厚膜的，这就说明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筋性。那要是把它添加到面团里揉面的话就会非常好，能帮助缩短揉面时间。关于老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个赞吧，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